最新战场消息，乌军第3突击旅宣布，过去1周击杀500名俄军士兵。沃夫昌斯克被困俄军尝试通过穿便服逃离包围网，却遭乌军无人机追击。荷兰获24架 F-16 出客许可证，乌军首批 F-16 战机即将到来。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新援助。北约计划设立新指挥部和派遣高级官员，帮助乌克兰训练士兵和协调援助。芬兰开放15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并购买庞巴迪挑战者650，加强边境监控。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视频开始前，我们先看一下乌军袭击克里米亚和俄本土的后续情况。乌克兰真理报7月1日曾报道，乌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巴拉克拉瓦、谢尔基诺等地。俄方依旧固执，称已击落所有导弹，但事实是俄军后勤基地疑似被击中。据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舒克表示，乌军7月1日的袭击摧毁了克里米亚俄军的一个弹药库。多个 Telegram 频道也报道称，俄军见证者无人机的储存设施遭到袭击，甚至 X 平台都已经流出了相关视频，如位于克里米亚菲奥伦特角的俄自杀式无人机仓库被不明导弹袭击，导致约90架无人机被摧毁。目前俄当局对该报道没有任何评论。其实从2022年8月开始，克里米亚尤其是塞瓦斯托波尔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爆炸声。俄军总是通过击落乌军无人机或军事演习来解释，不知道大家习惯没？反正火力军习惯了，大部分都反着看。至于7月2日对俄本土的袭击， X 平台也有视频流出。当天凌晨，乌军成功袭击了库尔斯克俄军第16独立电子战旅和第3754中央航空技术基地。该基地的一个车库正在剧烈燃烧。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沃罗涅日3个地区还发生了大范围停电。只能说俄罗斯正在付出挑起战争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据华盛顿邮报援引乌军情报部分截获情报显示，俄军在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的1年期间，至少将38枚滑翔炸弹投放到比尔格罗德，误炸了自己领土。之所以会如此，据专家表示，俄军炸弹在加装 UMPK 套件后，可以使苏34和苏35从约64公里外发射。虽保证了战机安全，但俄滑翔炸弹的导引系统并不牢靠，时常出现故障，这才导致误投现象的发生。显然，误投事件曾多次导致比尔格罗德出现伤亡，但俄方却对这些事件保持沉默，只报告是事故，并指责这是乌军炮击行为。目前对于曝光的文件，俄方并未回应。火力军猜测可能会选择沉默来削减热度。在热点哈尔科夫地区，俄军7月2日在航空支援下6次袭击了乌军在沃夫昌斯克和赫雷伯克伊地区的阵地，尤其是在沃夫昌斯克。据 X 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沃夫昌斯克被困的部分俄军藏匿在一处废弃建筑中，他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装，企图逃离包围网，不过被乌军通过无人机发现，开始追击这些俄军。可以说，俄军在沃夫昌斯克的攻势已被乌军第一道防线击退，且陷入包围中。在俄军陆续撤离沃夫昌斯克过程中，乌军正使用高精度炸弹、各种火炮、无人机，快速消耗俄军被围困和增援的力量。如乌军第3突击旅宣布，仅过去1周就杀死了500名俄军士兵。7月2日，第3突击旅还发布视频，即使在夜间，他们也会使用无人机打击俄军。其他乌军部队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且战果满满。如乌第43机械化旅的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乌龟坦克，第10山地突击旅的 FPV 无人机让俄罗斯 2S19 自行榴弹炮毫无还手之力，多次打击了俄军火炮阵地，甚至是乌军第1坦克旅都在与俄军正面近距离对抗中驾驶坦克摧毁了俄军阵地。如今的哈尔科夫已成为俄军鸡肋，或者说哈尔科夫战役成为了乌俄战争的转折点。而为了阻止乌军越来越强的反击，俄军派出突击小组，试图在苏梅地区制造新的冲突点，结果被乌军直接用 JDAM 炸弹摧毁了集结点。哈尔科夫战役，俄军已彻彻底底失败。在阿夫迪夫卡地区，俄军加大了对波克罗夫斯基方向乌军的攻势。在昨天白天战斗中，仅这一处就发生了43次袭击行动，其中在奥切列季涅，袭击活动最为频繁，乌军打退了俄军至少31次袭击。另外12次袭击则在叶夫罕尼夫卡和辛沃莱克桑德里夫卡附近展开。在该方向的12次战斗中，乌军至少消灭了和打伤了350名俄军士兵，11门俄军火炮被摧毁破坏。再往南，在赫尔西耶夫卡方向，俄军正试图向帕拉斯科维耶卡定居点地区推进，但没有成功，目前战斗仍在持续。
巴赫穆特地区，俄军继续在使用 TOS 发射燃烧弹，实施焦土战术，从多个方向进攻恰索夫亚尔。但或许受哈尔科夫战役影响，截至目前，俄军仍未取得有效进展。赫尔松地区，乌军用导弹袭击了第聂伯河左岸新卡霍夫卡的俄军基地，且发生数次爆炸和弹火，目前俄军损失未知。其他地区，俄军甚至出现了缺乏重型武器的情况，只能依靠摩托车充当进攻工具，从而损失惨重。据乌军7月2日发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昨天人数损失依旧过千，目前已经累计损失54.5万人，不知道俄军还能坚持多久。荷兰政府为增强乌克兰空中力量，曾承诺向乌克兰援助24架 F-16战机。而在7月1日，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表示，目前已经取得援乌战机所需的出口许可证，且强调荷兰很快就会向乌克兰提供首架 F-16。据悉，荷兰和丹麦曾于2023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其他9个国家建立了战斗机联盟，目的便是强化乌克兰的空中战力。而荷兰一直都是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主要领导者。先前还曾向罗马尼亚派遣18架 F-16，以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而此次援助的 F-16，荷兰也走在了最前列。不过，出于军事安全事故，奥隆格伦拒绝透露首批交付的 F-16数量，以及 F-16抵达乌克兰的具体日程。而且，根据荷兰外长斯洛特此前透露，荷兰并不会反对乌克兰未来使用 F-16战机飞越俄罗斯领土实施自卫手段。若是能进一步打击俄军机场，俄滑翔炸弹的优势将不复存在。15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还呼吁美国防部扩大对乌军 F-16飞行员的训练规模与速度，如若不然，到今年年底，乌军拥有的 F-16数量将超过飞行员数量，如此一来，可能会削弱 F-16所带来的战场优势。此前7月2日，荷兰还举行的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调试，这意味着荷兰组装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将很快抵达乌克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于7月2日在五角大楼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会晤时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越23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据悉，该援助将包括防空导弹、反坦克武器以及美国库存的其他关键弹药。可见，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后，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将得到极大的增强。当然，北约峰会的援乌措施还不仅于此。7月2日，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北约将向基辅驻派1名高级官员，以协调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北约还计划在德国威斯巴登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负责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乌军人员的工作。据悉，这项行动名为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培训，将由来自32国联盟的近700名美国和其他盟国人员组成。甚至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在寻求北约每年至少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据悉，该计划将在本月的北约峰会上进行讨论。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此次北约峰会的目的便是加强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向乌克兰派遣常驻高级官员，也是为了确保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记住，是任何情况下。芬兰入约后，在强化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不忘加强与盟国的联系。据悉，芬兰议会批准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协定，将开放15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根据合作协议，美国将能够在这15个军事基地中部署自己的军队和武器，但芬兰政府也强调称，驻扎在芬兰的美军受到尊重芬兰国家主权、国家立法和国际法的义务制约。到目前为止，美国已与北约12个国家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现在加上芬兰，相当于除了冰岛，整个北欧地区都与美国签订了此类协议。对此，前退役的美国少将戈登·戴维斯评论称，未来的芬兰可以帮助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和战略航空兵。据悉，芬兰将从2026年开始对罗瓦涅米的空军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其配备从美国采购的64架 F-35战机。一旦发生冲突，罗瓦涅米基地将成为北约部队的区域行动中心。此外，为了加强边境监控，芬兰于6月27日向内华达山脉公司采购2架价值 1.7 亿美元的改装版庞巴迪挑战者650公务机，以此来取代老化的多尼尔228侦察机。新飞机预计于2026年和2027年投入使用。新侦察机将大大提高芬兰边防部队守卫边境和海上安全的能力。至于为何会选中 SNC 的方案，主要是因为芬兰认为该公司拥有成熟的经验和实施复杂飞机改装的能力。据悉，挑战者650的改装将在位于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集成中心进行。新飞机将配备先进的技术系统和现代监视传感器，与老化的多尼尔228侦察机相比，在运行时间和运输能力会有巨大的提升。而改装完毕的挑战者650将执行各种任务，包括但不限于陆地和海上边界侦察、
搜索和救援行动以及目标识别等任务。按照芬兰边防卫队的传统，2架新机的注册号将为 OHMVX 和 OHMVY， 象征着芬兰边防卫队航空能力的新时代，预计将服役30年。据美国国防新闻7月3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型两栖攻击车已经抵达日本冲绳。据悉，早在今年6月24日 ，ACV 已经现身于日本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并在哈伯斯费里级船坞登陆舰与海岸之间进行了两栖登陆训练。美方表示，虽然此次行动是 ACV 的第一次实战部署，但却并非是首秀。原来，在今年5月份，美菲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5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就已经驾驶 ACV 进行了 MK19 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的实弹演习。那么，能让美军如此看重的 ACV 究竟是如何实现两栖作战的呢？据悉 ，ACV 由 BAE 系统公司和易维科国防车辆公司合作制造，旨在取代老旧的 AAV7A1，提高海军陆战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它配备了先进的悬架系统以及强大的动力系统，能够在各种地形中提供卓越的越野机动性和敏捷性。ACV 在陆地上的时速可达105公里，在水中的时速为11公里，确保在各种操作环境中均可实现快速部署。同时，它还拥有最先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包括目前最先进的通信和导航技术，能够和其他单位进行无缝协调，联合完成军事行动。据希腊雅典通讯社6月27日报道，希腊国防部为进一步强化整体的军事力量，宣布了2030年军事现代化计划，并获得了希腊议会的批准。在该计划中，希腊国防部明确表示，在海军方面希望引进美国正在开发的星座级巡防舰，在空军方面则是希望采购20架 F-35战斗机。据悉，早在今年2月9日，美国和希腊已经就星座级巡防舰计划做出重要讨论，双方提出了共同设计、共同生产、互惠互利的合作方案。这也就意味着，希腊海军引进星座级巡防舰的计划并非遥不可及。目前1号舰星座号正在建造中，预计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即可正式下水。它采用了美国最先进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 3D 雷达，搭配32具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安装各种类型的导弹，如 SM-6、SM-3、ESSM 等，既能够满足区域防空，也具备反弹道的能力。而对于希腊想购买 F-35战斗机一事，其实也早有消息传出。早在今年1月26日，美国国防部曾公布了一则信息，表示可能会向希腊出售40架 F-35战斗机，但在上述计划中，希腊却明确表示只希望购买20架 F-35战斗机。至于订单量为何会缩水一半，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购买协议一旦敲定， F-35战斗机将会成为希腊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据中时新闻网7月2日报道，秘鲁就购买 FA-50 轻型战斗机一事正在与韩国进行谈判，并希望能够加入到韩国 KF-21 战斗机计划。据悉 ，FA-50 轻型战斗机是韩国 T-50 金鹰教练机的改良版，它最高时速达 1.5 马赫，最多可搭载 4.5 吨武器，装备类似于 GBU-38B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和 CBU-105 传感引爆武器等精确制导武器，同时还配备有数据链和脉冲多普勒雷达，能够同时追踪并攻击多个目标。凭借着低廉的价格和多样化的功能， FA-50 在国际上有着不小的知名度，并收获了许多国际订单。有趣的是，据相关媒体报道，早在2015年期间，韩国军方就有意向秘鲁出口24架 FA-50 轻型战斗机，并且还包括培训秘鲁飞行员等各种售后服务，总价值约10亿美元。但当时秘鲁并未直接同意购买，而是让韩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竞标。当时参与竞标的机型还有俄罗斯的 YIK-130、意大利的 M346 等。至于最终中标的结果，报道中并未
未提及。不过，就秘鲁此番与韩国进行谈判的态度来看，想必当时中标的对象可能并非韩国。除了 FA-50之外，秘鲁同样对 KF-21战斗机有兴趣，并且表示愿意为韩国提供相应的资金与技术支持。这对于目前的韩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在此之前，韩国正在为 KF-21的研发经费头疼不已，原因是韩国的合作伙伴印尼由于财政状况不佳，没有履行参与义务，这等同于韩国在进行独资研发。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韩国被迫把原计划中40架 KF-21的初始产量减少到了20架。KF-21战机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在设计层面上配备有更先进的航电设备，包括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资料链系统与更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在整体性能方面上，要优于 F-16战斗机，倪宗性能应超过台风战斗机。韩国现如今已经对 KF-21战机启动量产计划，未来首批20架将于2026至2028年间陆续交付，届时将担任起新一代空防重任。如果此番秘鲁能够与韩国协商一致，那么秘鲁将会成为韩国战机的最新买家，并且有望与韩国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据中时新闻网7月2日报道，美国亿万富翁萨克曼收购了一架损坏的龙卷风 F-2A 拦截机。据悉，萨克曼酷爱飞行，热衷于搜集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此次收购的龙卷风 F-2A 战机极速状态可达 2.2 马赫，将会成为他私人收藏飞机中速度最快的一架。对此，萨克曼表示，他会在1年内将这架飞机整修到可以飞行的状态。据美国国防1号网7月2日报道，受俄乌战场启发，美军愈发重视部队的电子战能力，于是决定斥资1亿美元购买数百套便携式单兵电战背包，用于列装美军。据悉，这些单兵电战背包的尺寸和重量与美军现役的 PRC-155 单兵背负式无线电相当，是史上首款不需要载具的电子作战装备，可让士兵实时扫描电磁频谱，找出正在运作的敌军电子设备讯号，并对其进行干扰。同时，该款电战背包还能够协助部队隐匿己方单位释放的电子信号强度，降低被敌方侦测到的几率。美国陆军表示，这种新型电战背包将于今年内开始装备，最终目标是将该款电战背包覆盖至所有旅级战斗队的电子战单位。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接收的首批 F-16会有几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